清，听说你要做翼王妃了，你说的可是真的呀？请这位闺女不要胡言，翼王根本就没有说过要娶个翟思清，只是无稽之谈。哦，知涵姐姐，可是非议皇子可是重罪，我想翟思清应该也不会乱说的吧？我说岳知涵，京城谁不知道你想嫁给翼王小凤了？都老姑娘了，还在等呢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翼王亲口答应我父亲的，要娶我为正妻，难道我爹爹还能说谎不成？如果你说你跟翼王有婚约，那可有信物？可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呢？当然有，翼王送了我一块贴身玉佩，我放在府里了。翟思清啊，我说你撒谎前也不提前了解清楚，翼王的贴身玉佩那可是兵符，他会随便给你。要说信物，翼王早在6年前就给我了，大家要看吗？好你个南宫策，口口声声给我说抹蚊子都没靠近过，怎么还给其他女人信物？还6年前？哼，看我今天回去不废了你！这就是翼王给我的信物。说完，他就把衣服一抖，整件披在了身上。这是当年他亲手给我披上的，当时我在宫中落水，是他救了我，抱我上岸，怕我受寒，又把披风给了我。天哪，还有这种事情！原来岳之涵跟翼王早在6年前就有了肌肤之亲，难怪我爹爹说岳尚书要去找皇上赐婚。我看了那是真的。那他们谁是妻，谁是妾呢？你这个贱蹄子，这么小就开始勾引翼王，去死吧！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今天打死你！跟我抢翼王，你去死吧！翼王是我的，谁都不能抢，他是我的，是我的男人，我才是翼王妃。这时，翟思清开始整个人不对劲儿了，满脸潮红，而且眼神迷离，开始一个劲儿的喊热，开始撕拉自己的衣服，嘴里还说着梦浪之词。南宫哥哥，我要你，快抱抱我，我好热，我需要你。翟思玉知道应该是翟思廉给他下了媚药，起作用了。这些话他听着非常刺耳，他给秋儿递了一个眼神。秋儿上前在翟思清身上点睡穴，把人扶起来就往外走。岳之涵也摔在地上，头发衣服都一片凌乱，不过他嘴角却是带着笑意。他的目的达到了，今日之后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他跟南宫策有过肌肤之亲，南宫策必须娶她。卓爷，你不准跟过来，听到没？哎，这位小姐请留步，这里是翼王府，不能擅闯。让开！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翼王算账的，滚开！不就是一个地毯式排查吗？地雷都能查出来，何况你一个小小南宫策还找不出来？这个王府没人住吗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天清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管他什么地方，闯进去再说。你们王爷在哪里？叫他出来。嘿，我这个暴脾气，怎么古代人这么磨叽？耳朵聋了还是哑巴呀？不说是吧？行，不说直接动手吧。看着天，一脸懵逼。王爷，王爷不好了！王爷，有人擅闯王府打进来了。什么时候？人在哪里？就刚刚，大门口守卫都倒在地上了，我没看到人。守卫说已经进来了。王爷，王爷，那边打起来了，有人闯进来了，是一个女的。女的？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是翟思玉，因为他手上有令牌。住手！翟思玉看到南宫策，可没有停下来，他一个冲刺就来到了南宫策面前，毫不留情的就开始出手。南宫策一脸懵逼，月儿这是怎么了？来我王府立功切磋？南宫策，你这个渣男，今天我要打死你！月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过来跟我切磋的吗？你看你都流汗了，热不热？我们去喝口水吧。月儿，月儿，听我说，你是在生气吗？你先别打了，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？南宫策实在是招架不住翟思玉的招式，身上有些地方被打得生疼，于是他气运丹田，身体腾空而起，一下跳到了屋顶上。南宫策，你给我下来！你个无赖居然用轻功，今天我非打残你不可！月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了什么委屈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去帮你教训他。南宫策，我信错你了，
你个渣男，欺骗我的感情！你早就跟那个月之寒交换了定情信物，还有过肌肤之亲，你居然还来招惹我！给我走开！玉儿，你说什么呀？什么定情信物？什么肌肤之亲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还在这里装是不是？今天人家在赏梅宴上亲口说6年前在宫里你救过他落水，而且他还拿出了你的披风，上面还有你的名字，说是你从水里抱着他上岸的。你们早就有了肌肤之亲，他父亲马上就要跟皇上提给你们赐婚了，你还装不知道？玉儿，这个绝对没有的事。你说的这件事我有点印象，当时我是看到有人落水，但是救他起来的不是我，是若风。我站得很远，后来他被救起来，我看他一个人躺在地上，就让若风把我的披风给他盖上。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见过他，更没有什么肌肤之亲。至于那件衣服，我真没有多想，不知道他现在会拿这个事情做文章。玉儿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救过他。玉儿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说句话呀，玉儿。玉儿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绝对不会让你担心的事情发生，绝对不会让父皇答应什么赐婚，我杀了他都可以。南宫策，我们先互相冷静一下吧，我累了，先走了。若风，属下在。这件事当时是你做的，去查一下，当时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场？从月之寒身边的丫鬟开始查，晚上我要结果。是，属下领命。南宫策马上准备进宫，他必须先把这个事情给父皇说清楚。转身看见地上的令牌，心里一阵刺痛。他的玉儿不要他了吗？他捡起令牌放进怀里，心里倍感自责。他当年怎么就大意了呢？御书房内，南宫策把今天在乐府发生的事情全部给圣皇说了一遍。父皇，请给儿臣时间查清楚，不要赐婚。南宫策跪在地上，双手抱拳。策儿啊，你还真有当年父皇的风范啊！父皇，儿臣可以对天发誓，我跟他完全没有任何肌肤之亲，都是若风去救的。那你让我把他赐给若风，你的护卫？儿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儿臣想自己解决，只是恳请父皇不要赐婚，我只会娶翟思玉一人为妻。这次陈国来访，玉儿知道他们擅长蛊术，正在准备驱蛊药囊，而且也给父皇准备了一个。你知道玉儿的医术绝对无人能及。这个刺儿现在就在为自己媳妇儿拉好感了。圣皇现在也对这个未来儿媳妇儿越来越好奇了，还真想见见她，看看她有什么独特之处，让他的儿子如此死心塌地。我爱你，玉儿。阿策，你今日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南宫策慢慢把今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给他说了一遍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万一真的赐婚，那小仙女怎么办？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，绝对不会。王爷，人带来了，现在关在地牢。当年落水是怎么回事？你最好给我说清楚，否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带上他进宫。皇上，翼王在殿外求见。策儿来了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又进宫了？宣，父皇，儿臣已经查清楚了，人就在殿外，请父皇明察。策儿啊，我在考虑要不要把你安排到大理寺去任职。你这个破案办事，一点不输带兵打仗啊！带进来吧。父皇，这就是岳之寒从小到大的贴身丫鬟，她是知道事情全部过程的，而且也是现场证人。把当年的事情说一遍，如有造假，你知道什么下场。于是那个丫鬟战战兢兢地把当年的事情又说了一遍。策儿，其实真相不重要，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吗？舆论。既然你知道，那你有何对策呢？玉儿，明日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爱你，玉儿。昨日朕听闻京中一众贵女聚在一起非议皇子，甚至还大打出手。皇子的婚事自然是由皇家来定，还轮不到谁在背后说三道四，乱嚼舌根。谨遵圣命。好了，各位爱卿都起身吧。岳尚书，随朕去御书房。御书房内，此刻岳之寒也被带到了殿内，跪在地上。
他心里在暗暗猜测，难道皇上抵不住压力，准备给他赐婚了吗？你就是岳府嫡女岳之涵。民女正是。都平身吧，宣义王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岳之涵，你也是朕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今年应该也16了吧？回皇上话，民女从小每年参加宫宴，年方16。你昨日在府上说，侧儿小时候救过你落水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当时民女落水，多亏三皇子相救，我与他也有肌肤之亲，但之涵不敢声张，只有披风为证，民女所言绝无虚假。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占有他，吃掉他，他才永远属于自己。侧儿，把人带上来。是。你说一下当时什么情况？一只奴婢，你要是敢在皇上面前撒谎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的。那个丫鬟在地上战战兢兢的把昨天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你胡说！皇上不要听他胡说，根本就不是那个护卫救了我，就是三皇子救的我的。本王有没有救过你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在这里对天发誓，我南宫策在圣天国历代皇家列祖列宗面前发誓，我从未救过岳之涵，更没有跟他有过肌肤之亲。如所言不实，愿以身代罚，永不入皇陵。岳尚书，朕在。朕也是看着之涵长大的，所以不予追究。但从此以后，他也不能嫁入皇家。谢皇上恩典，老臣一定严加管教。父皇，事情已经澄清了，儿臣告退。南宫策，你疯了！这大白天的你想干嘛？万一被人看到了怎么办？南宫策把他抱到里屋，然后把他扔在了床上。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占有他，吃掉他，他才永远属于自己，跟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。他疯狂地吻他，把他压在身下，拼命地撕扯他的衣服。南宫策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弄疼我了。玉儿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怎么解决的？舆论也解决了。南宫策就把昨日到今日的事情慢慢说给翟思玉听。果然是皇上出手了，只有至高的皇权，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做到。阿策，你父皇真好，以后我们要好好孝顺他。玉儿，你不在身边，我一夜未眠。玉儿，我们把昨夜的补回来可好？玉儿，你抱抱。玉儿，我想回味幸福的感觉。玉儿，你昨天打得我好痛。玉儿，你摸一下，这里都肿了。玉儿，都怪你，我都没脸见人了。玉儿，父皇想见你一面。阿策，你安排吧。我是不是要给父皇准备一些见面礼啊？你父皇喜欢什么？玉儿，无碍，心意到了就行。明天你什么时候过来王府？我已经提前给管家都安排好了。我找个理由应付府里，然后一早我就过去。应该你下朝后我就在府里了。对了，我的东西在哪个院子呢？当然是在我的院子里，天清院。玉儿，这是翼王妃的令牌。阿策，以后我会收好的。这是我的，我再也不会给你。哪怕你以后娶的不是我，我也不会给你。玉儿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娶的不是你？我这辈子都只会娶你，生生世世都只有你。王妃，这里就是王爷的院子天清院。王妃，你有什么需求，随时通知老奴，我就候在门外。今日我要做午膳，你看看这些食材和调料都有吗？王妃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采买，你可稍作休息。南宫策下朝以后，刚走到宫门口，就看见秦玉天和南宫毅在等着他。哎呀，阿策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我们都等你好久了，快走，我想吃小仙女做的菜了。三皇兄，今日我也算有口福了。三皇嫂做的菜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先回府吧。阿策，你回来了。玉儿，你今日真美。难道我昨日不美吗？小仙女，这些都是干嘛的呀？我们午膳吃什么？暂时保密，这是我要放在酒楼里卖的新菜品，你们吃了以后就知道了。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吧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
香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落花浓。三嫂，你说还有好东西是什么？哇，小仙女，这些都是你画的呀？先不说这样式，你这画工也太好了吧！而且这作画风格我也从未见过。这都是我亲手所绘。我想用仙景坊现有的布匹存货做成衣售卖，以后1楼就是卖布料，2楼就可以定制成衣，男女老少款式都有。现在仙客来和仙景坊的事情解决了，还有一个仙士阁，三嫂还有什么新东西吗？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就回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想不到我玉儿才情如此惊人，让为父自叹不如。哎呀，三哥真是霸道呀！阿策这是当我们透明呢。这第3件东西就是我头上戴的通草花。小仙女，这不会是用通透木做的吧？你真把它做成一朵花了？啊，这花是假的，是三嫂做的。此花用通透木心所制，名通草花，又名不谢之花，它是最美的头饰。如果能把此花作为独家饰品，在仙士阁限量售卖，你们觉得会怎么样？三嫂，此花真的太美了，就算我一个男的都爱不释手。如果在仙士阁售卖，估计门槛都会大破。小仙女，我可以戴这个花吗？太好看了，我也想要。你真的要笑死我，你当然可以戴。小仙女，你别笑，我要是女人，我就插满全身，真的太漂亮了，比真花还好看。今天玉儿累了，改天你们再谈细节吧。阿策，我还没看够呢。不行，玉儿身体羸弱，现在需要休息，你们自便吧。阿策，你这可是不对的，你不能赶我走。我不管，我今日要吃过晚膳才走，反正你赶不走我。阿策，把花给他们看看吧，让他们去客房休息一下，你别让他们走了。由于翟思玉的说情，南宫翊和秦玉天一人拿了一朵通草花去客房里休息了。玉儿，你头上的花叫什么名字？你没有见过此花？此花名为牡丹，是我那个世界的国花，国用，寓意繁荣昌盛；女子用呢，寓意国色天香。总的寓意就是形容雍容华贵、高贵典雅。牡丹，我确实没听说过，也没见过。不过这个花很适合你。适合我？你要是在我那个世界说这样的话，别人会笑话我的。此话怎讲？牡丹在我们的世界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都是历代皇后专属的象征。它是花中之王，只有1国之后才有资格佩戴。你明白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在这里我说了算，只有牡丹才配得上我的玉儿。南宫策眼神如弹，让人看一眼就沦陷其中。说完，他就把翟思玉横抱起来往卧房走去。玉儿，为父想要看看你身上还藏了什么小秘密。你不都看过了吗？哪里还有秘密？云香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落花浓。玉儿记住是。南宫策呼吸微重，说完，在他唇上落下缠绵的吻。帷幔落下，他用他的爱浇灌着他这朵娇羞的鲜花。哎呀，小仙女，这些好吃的家常菜你打算放到仙客来吗？应该会陆续都卖吧。我的想法是先把几个铺子都翻新装修一遍，然后再推出我们的新品。南宫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三嫂，你说了算，我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，然后我来做就行。三哥，我决定了，以后跟三嫂学习经商。三哥，你看三嫂一个女子不方便抛头露面，我帮她跑跑腿儿，她就不会这么累了。三哥，你看三嫂为了翼王府的产业多么用心，她一个人肯定也忙不过来，如果有我帮忙，三嫂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三哥在一起了。确实玉儿不能太累，你就帮你三嫂分忧吧。谢谢三哥，祝三哥三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。三嫂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很好奇。说吧，我知道的肯定告诉你。三嫂，你真的只有15岁啊？刚刚及笄吗？怎么你懂这么多？比那些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都条理清晰，而且拿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独一无二、闻所未闻的。阿义，你三嫂只有不在京中长大，她
还有一位云游远方的世外高人师傅，我也有幸见过一面。此人仙风道骨，武功高强，医术了得，所以对外要保密，知道吗？三哥，臣弟明白，绝不会透露半个字。好了，今日也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恢复休息吧。南宫策早就想跟他的玉儿单独相处了，南宫义不想走，秦雨天更不想走，说什么吃饱了需要喝点茶解解腻。于是几人在花厅里，南宫义和秦雨天就开始品茶下棋。阿策，这古筝我可以弹一曲吗？玉儿，你是这个王府的主母，当然可以，以后无需问我，明白吗？南宫策摸着他的头说道：玉儿，你还会弹古筝？弹一首送给为夫可好？如果我弹得不好，你不许笑话我。我弹一首《发如雪》送给你。发如雪？阿策，此曲名为《发如雪》，讲述了一个前世今生的爱情故事。玉儿，宝宝，你身上还疼吗？让我看看。阿叶，我觉得我们要离开了，不然对我们身体不好。你知道，我还没有喜欢的女子。雨天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没定亲，更不知道女子是何物，看多了对身体也不好。玉儿，我现在觉得配不上你了。你如此美丽，如此优秀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？阿策，你是第一眼就吸引我的人。你俊美，你霸道，你温柔，你专情，而且你也很可爱，所以你是世间最好的男子，也是我最爱的人。知道什么是一眼万年吗？你就是。宝宝，你醒了。宝宝，你身上还疼吗？让我看看。我去，一个俊美如妖孽的男人，一大早用低音炮叫宝宝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太上头了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把头放在被子里了？让哥哥看看，昨晚是不是弄疼？哎，宝宝，你不要躲，过来。宝宝，你觉得你躲得掉吗？要疯了！用了早膳后，翟思玉一行人就出了王府，沿路来到了私宅。翟思玉一头扎进药房，开始配置辟谷的草药。这次三国来胜，肯定危机重重。南宫策从小体内就有毒，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所下。这次要准备一些毒药和解药，身边的人都需要。于是他一直在药房里待了2个时辰，才终于配置好了。阿策，你今日没进宫吗？玉儿，我想你就过来了。我给父皇说过了，今日在休沐，明日再进宫也无妨。正好，你看我给你准备的胶囊，里面是辟谷的药。这次接待使臣，你一定要带上，不能离身。父皇的也准备好了，这里还有解药，就算再厉害的毒药也可以控制住，普通的不足为惧。这些呢是防身毒药，有强力迷香、化尸水，还有粉烟毒，谁都查不出的。阿策，今晚我要去正院给柳氏下点好东西。柳氏，瘙痒的滋味没忘记吧？青儿，娘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义王。那个贱人之前可留下了不少好东西，娘都给你留着的。娘亲，这次宫宴，你说皇上会下旨赐婚吗？我一天都不想等了，想马上跟义王成亲。一对恶毒的母女，洗洗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翟思玉一点没有手软，这次不仅用了养阳粉，还给他加了一些其他的好东西。柳氏，你就等着好好享受吧。阿策，我们去丞相府库房看看。这丞相府也太穷了吧，怎么都是些破烂？应该还有暗道，里面才是贵重的东西，想必大夫人的嫁妆就在里面。暗室内，整齐地摆放着上百台大红木箱，这都不用问了，肯定是大夫人的嫁妆。想不到大夫人的嫁妆如此丰厚，当年镇国大将军府一定很疼爱这个女儿，当时嫁到丞相府也是风光无限吧。阿策，能帮我查一下外祖父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想……玉儿，我明白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不会让他们受苦。
翌日，京城内车水马龙，几辆豪华的马车队伍驶入了北城门，瞬间引起了城内百姓的关注。这是七国使臣吗？你看他们的马好高大，好威风啊！听说这一次来了一位战神公主，我要去看看她长什么样子。你觉得人家公主是能随便让你看的？你想得倒挺美的，小心丢了小命。听说这位战神公主跟我们战神王爷可是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过，武功不相上下。那她还是打不过我们翼王，我们战神王爷可是天下无敌呢。南宫策，这世间只有我能与你并肩而立，齐闻天下。只有我才有资格站在你的身边。我要定你。太子公主舟车劳顿，请在驿站稍作休整，稍后会有礼部官员全程安排。翼王殿下几月不见，还是如此的威武俊朗，不知可否陪本公主逛逛京城呢？南宫策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翻身上马便离开了。父皇，儿臣已经安全把七国使臣送到驿站，交由礼部接收。策儿，起来坐吧，陪朕下一盘棋。策儿，这次几国来胜，恐怕目的不简单。每国都来了公主，应该是有联姻的想法。儿臣还是那句话，此生只娶玉儿一人为妻。父皇又不是只有儿臣一个儿子。策儿，你看，我又没说要给你赐婚其他人，看把你紧张的。目前七国常年边境挑起战火，民不聊生，联姻确实为一个上策，签订100年不战条件也是可行。曹国联姻对郑国的兵力武器有很大的助力，而陈国就要多加小心，绝不能加入皇家。策儿，父皇老了，现在每天都有奏折提议立太子，你觉得朕该立谁呀？圣皇心里很想说，除了你，朕选不出来。父皇正当壮年，何必在乎大臣提议？他们不过是想打探口风，提前准备罢了。儿臣觉得不必理会。最后这盘棋在南宫策落下最后一子后，尘埃落定，南宫策赢了。你个好小子，一点面子都不给父皇留，从来不手软。不过也颇有父皇当年的风采。儿臣有一事不明，请父皇赐教。哎，策儿，有事就说，无需拘礼。儿臣听闻，丞相府大夫人当年对母妃有救命之恩，因此儿臣才能顺利出生，从而他们成为手帕之交，给我和玉儿定下了婚约。儿臣不解的是，丞相府大夫人生产当日难产过世，而儿臣的母妃也在当日突然离世，还有前镇国将军府也在当日被定罪流放边疆，为何都在同一天发生？父皇可否为儿臣解惑？当年镇国大将军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朕也是按律处理。至于为何是在一天，这有可能真是巧合。你母妃身患重疾，心里一直挂念着兰夫人，后来得知她难产身亡，悲痛万分，也随后离世。朕也是悲痛万分呐。小仙女，哎呀，你在这儿啊？我找你老半天了。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有什么急事吗？你听说没？那个七国使团来了。我知道啊，今天早上我还去围观了呢。我家阿策真的不是一般的帅气。我说小仙女，你是真不知道七国这次来的是谁吗？不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来了个三头六臂？这次来的可是七国赫赫有名的战神公主，她很有可能是来和亲的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和亲？跟谁和亲？难道要跟我家阿策和亲？是不是跟阿策和亲我不知道，但是那个战神公主看上阿策倒是真的。皇兄，这次我必须嫁给翼王，你也看见了，她如此俊美无双，我非她不嫁。皇妹，这次联姻的对象并不是翼王，我们的目标是二皇子，日后为我七国所用，你可明白？就他那个废物，怎么能配得上我战神公主？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总之，我就是非他不嫁。你们现在去京城打听一下，翼王是否定亲，是否有相好的女子。是，属下领命。七国战神公主是吧？哼，敢觊觎老娘的男人，那也得死。走，跟我去翼王府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南宫策，今日我偏要让你陪我逛逛京城呢。
我是七国公主，理应由上天国皇子陪同，那些礼部官员没有资格。七国公主，你跑到我王府门口拦住本王去了，还打伤本王的王府侍卫，你觉得本王不敢动手吗？如果你再不让开，别怪本王不客气。那燕王准备对我怎么个不客气啊？我就想你对我不客气，我喜欢你对我不客气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对我不客气啊？觊觎我男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管你什么公主，赶紧给我滚！下次再来，老娘打死你！说完，他拉着南宫策的手就往王府里走去。玉儿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跟他没什么，只是以前在战场上交锋过几次，话都没有说过一句。阿策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是在怪我自己太弱小，谁都敢打你的主意，我不开心。玉儿，你一点都不弱小，你是世间唯一能与我并肩的女子，你聪明，你勇敢，你医术了得，读书更是无人能及，你多才多艺，你美若天仙。我说南宫策，你一张嘴，什么时候开始会甜言蜜语了？那是因为玉儿的嘴很甜，所以我才学会的。说完，南宫策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。阿策，我现在想见你父皇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阿策，这是你在宫里生活的地方吗？我在3岁多以前一直跟母妃住在这里，后来母妃离世，我就去了皇祖母宫中。你母妃真是个绝世大美人，难怪你也这么俊美非凡。她俊美，那也是因为长得像朕。民女翟思玉参见圣皇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，站起身来，让朕看看，让侧耳死心塌地的女子长得什么样子。很好，不错，侧耳好眼光，翟丞相也是有福气，有你这样心性不错的女儿。多谢圣皇谬赞。都坐下说话吧，别站着了，怪累的。父皇，今日玉儿是专程来给你送礼物来的。哦，还有礼物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拿给朕看看。这是民女做的辟谷药囊，圣皇可以取出里面的草药，更换在你平时随身佩戴的香囊里即可。此药囊可以防止蛊虫，活物蛊虫近身数米，则会躁动不安，是目蛊者会出现身体不适，严重会粉尸吐血。如果是蛊毒，则会失去毒效，让陛下防范于未然。此物竟有如此功效，那朕一定要好好带在身上。这里还有一瓶解毒药，此药一般常见毒药都能解，猛烈的毒药也能控制毒发，解掉一大半，危急时刻可以保住性命。听说侧耳的冰裂也是你解的，当真是侧耳好福气呀，遇到了你，不然我都没法跟他母妃交代了。父皇，陈国这几年就是仗着自己的蛊术，在私底下做了不少手脚，这次新春宫宴，父皇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你叫翟思玉对吧？是的，圣皇。侧耳身为皇子，他就有皇子的责任，这个你可明白啊？民女明白。此次三国来胜，想必侧耳也告诉你了，他们的目的是联姻，作为皇子，侧耳也有逃脱不了的责任。圣皇，民女既然认定了南宫策是我要嫁的人，自然不会让自己的未婚夫陷入两难的境地，我会让他有拒绝各国的能力，而圣天国将成为玄天大陆无人撼动的第一强国。想不到你一个小女娃有如此大的口气，那你便说说，你如何让圣天国成为第一强国？圣皇，请带民女去一个空旷且私密的地方，因为动静会很大。圣皇，这便是民女送上的最后一个礼物。侧耳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儿臣不知，玉儿从未跟我说过这是何物。圣皇看见远处那块巨石了吗？民女要开始了，阿策，把圣皇带远点，以免误伤。侧耳，刚才那是何物？为何如此大声响？玉儿，你可有受伤？这是何物？怎么这么大的破坏力？圣皇，此物名为炸弹，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热武器。热武器？这种东西如果投入到战斗中，圣皇觉得其他国家还有胜算吗？好啊，好啊，阿玉，你真是厉害。阿策娶到你，
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圣皇，此物只有我们3人知道，跟丞相府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请暂时保密。那是当然。阿策，此物你回去跟阿玉好好研究一下，尽量多做一次，增强国力。此事只能你一人负责。是，儿臣领命。阿玉啊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不过这次你放心，朕新春宴会直接给你们赐婚，以后除非次儿自己同意，我绝不会再给他赐婚。谁要是非要捣乱，我就炸了他们。南公子，你放开，我要回府了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再不回去，奶娘他们该担心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让若风去通知他们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南宫策一手搂着他的腰，一手在他身上游走。此刻他全身上下充满了侵略和危险的气息。南宫策把他横抱起来，根本容不得他挣扎，大步往御房走去。赵氏那个贱人，敢给我下毒，休怪我无情！秦嬷嬷，你去把他给我抓过来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丞相府的姨娘，你们居然敢对我动手！我要告诉老爷！你们……你个贱人，勾栏月的烂货！你说你给我下了什么毒？你个贱人，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长姐，求你救救我姨娘吧，她快被打死了。爹爹现在早上还没回府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快起来地上聊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。翟思莲哭着说了一遍早上发生的事情，说现在姨娘正在正院挨打呢。你不要哭了，我现在跟你去一趟吧，至少能拖延到爹爹回来。多谢长姐。住手！你个小贱蹄子，你跑来干什么？信不信老娘把你一起打？赶快给我滚！敢骂我，给你脸了！翟思莲赶紧上前扶起赵氏。多谢大小姐。说完就整个人晕了过去。娘，你怎么了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翟思月，是不是你欺负我娘了？你个贱人丑八怪，乡下土包子，居然敢打我娘！说着就冲过来想打翟思玉的脸。翟思玉一个闪身躲过掌风，转身就抓住他的手往他身后一扭。哼，一群疯狗，一大早在这里乱咬人，到底是谁在打人？你们是瞎了吗？柳氏，你听着，虽然你现在是当家主母，惩罚姨娘也是你的分内之事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赵姨娘也是爹爹的女人，她到底犯了何事让你可以如此责罚她？你别忘了，你以前也是姨娘，我娘亲可没有动过你分毫，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还有你们两个，也别忘了，出生的时候你们就是庶出，只要有我在，永远记住这一点。现在也只是因为你们的姨娘当了主母，万一哪天她不是了呢？而我，不管我娘亲在或者不在，我永远都是丞相府的嫡女，你们明白吗？柳姨娘，我娘当年留下的嫁妆，你最好清点一下，我改日便会取回去。记住我说的话。玉儿，阿策，别闹，就差一点点了，画完我们就吃晚膳。玉儿真是有心了，别太累，这些都不着急。我不累，我喜欢做这些啊，这也是我的产业，我要让它名扬整个大陆。玉儿，你对炸药制作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阿策，炸药也称为火药，它是我那个世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，如果利用得当会促进发展，如果落入有心人之手，那必定会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所以就算制作出来，我也不建议立刻使用，而是使用在关键时刻，以于震慑别国。玉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它落入有心人手里，更不会发生你担心的事情。另外，我想看一下现在军队用的弓箭还有武器，看看能不能改良一下。南宫策闻言，立刻吩咐若野到王府去取来。但他身法矫健，招招狠辣，速度奇快。这是战场上士兵们使用的弓箭，所以重量不会特别重，方便行军。阿策，我可以做出一种比这个射程更远、杀伤力更大的武器，那个可以大面积投入使用，而且杀伤力极强。玉儿，我南宫策今生何德何能能遇到你，能结为夫妻，因为我付出太多了。可能是我前世欠你太多，今生来还债的吧，所以你这辈子呀跑不掉了。午夜丑时，南宫策跟翟思玉不约而同地睁开了双眼。
他们都感到了有一群高手正在丞相府里向冷梅阁靠近。不一会儿，门外传出了打斗的声音。他推开门，看见院子里有10几名黑衣人正在跟若野他们缠斗。看见他从屋里出来，黑衣人立刻全部对他冲了过来。只见他身法矫健，招招狠辣，速度奇快。不知道是暗夜带给他的错觉，还是他本能的反应，他已经杀红了眼。当最后一个黑衣人看着死人堆里站立的翟思玉，竟然浑身发抖，跌坐在了地上。翟思玉二话不说，一个箭步上去，反手就是一刀割破了他的喉咙。若野，看看丞相府还有没有黑衣人。若风，把这里处理干净。秋儿、柳儿备水，王妃要沐浴。是。玉儿，别怕，有我在。阿策，刚才我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，感觉有了一股奇怪的力量。我觉得他肯定有什么秘密。玉儿，我明天去问问这把匕首的来历，你不用太担心。阿策，你刚才有没有被我吓到？看见我杀人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怕？玉儿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你美极了，把我的魂都勾跑了。你是不是给我下了什么毒啊？什么毒？一种吃掉你才能解的毒。若风，冷梅阁加派暗卫守护，我不想再发生昨晚的事情。是，属下领命。王爷，昨夜丞相府二小姐院子传言进了贼人，不过没有人受伤。丞相考虑二小姐名声，所以没有声张。南宫策沉思，昨夜2个嫡小姐院里都进了黑衣人，另一个没事儿，玉儿这边却下了杀手，看来肯定是在试探什么。南宫策想起那日义王府门口玉儿动手打了7天星的事情，玉儿当时戴了面纱，看来有人在怀疑玉儿的身份了。很显然七国那位公主查到玉儿头上了。若野，属下在。你去七国驿站盯着那个7天星，通知慕容秀来见我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此时翟思玉睁开了朦胧的眼睛。玉儿，昨晚来的人是七国的人，那个7天星应该是查出你的身份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查到我了，看来不笨嘛。我安排暗卫过来保护冷梅阁，而且每晚我都会在这里。阿策，不用太担心，我有自保能力。昨天你也看见了，我除了不会内力轻功，一般人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想学内功和轻功吗？我教你。真的，阿策你太好了，我正想学呢。我也要飞上天，与太阳肩并肩。这义王府的茶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喝。雪梅香茶果然不同凡响。聚宝阁数月前卖了一把黑色匕首，是什么来历？你找我就为了这个？你知道我有多忙吗？一把匕首谁记得呀？售价50万两，如此高价格，你不会不知道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有点印象。那把匕首挺邪门的，每次有人买去，不出3个月，又会回到聚宝阁。3个月？为何会回来？谁送回来的？据说是使用匕首的主人身死了，然后又会匿名被卖到了聚宝阁。你也知道聚宝阁的规矩，不打听出处，只要货好，照价全收。阿策，你在紧张什么？难道匕首在你手上？不，他在我王妃那里。什么？王妃？你成亲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成亲都不告诉我，还是不是兄弟？快了，过几天下旨赐婚，然后择日成亲。谁呀？是谁这么大本事，让我们战神翼王都铁树开了花？快说，是谁？无可奉告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你这样吊胃口是不对的。师父说过，我们要互相扶持。喂，等等我！你要赶我走？大小姐，前几日多亏了你，不然妾身真的不知道是死是活了。我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出现在正园，所以赵姨娘今日过来，应该是有所准备。当年我是最后一个进府的，那时候大夫人已经身怀6家，每日都要在花园里散步。柳氏更是每日各种理由缠着老爷，不让他去大夫人院子里看他。他私下给老爷用动情药，每夜都让老爷留宿在他的院子里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发现柳氏的丫鬟在大夫人的膳食里面放了一些东西，我当时很担心，我就告诉了大夫人，让她不要吃别人准备的膳食。但是她却跟我说，她一直都知道。大小姐，你也是知道我通一些药理，普通的药我是能分辨的。大夫人的膳食里确实被柳氏下了生产时会大出血丧命的药，
而且连续下了几个月，生产的时候必定凶多吉少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在大夫人的身上闻到了一种特殊的味道，而且越来越浓。我觉得那是一种叫血石榴的药。血石榴？那血石榴是有什么作用？那是一种极其稀有的天灵地宝。我也是小时候跟父亲遇到过一个云游神医，哪里看见过，所以味道我记得很清楚。这种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，整个人宛如新生一般，旧伤痊愈，残肢重生，等于是脱胎换骨。大夫人生产当日，柳氏为了得到老爷的关心，故意跌倒让自己险些流产，所以当时只有稳婆还有你奶娘在一旁照顾。当日夜里生下大小姐以后，大夫人血流不止，老爷想进宫请太医，但是宫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个太医都没有请来。后来血流了太多，神也就西去了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他。赵姨娘，这些银子你收着，就当我感谢你真心陪伴我娘亲，还有告诉我这些事情的献礼。大小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当年也没有帮上什么忙。再说了，我还要好好感谢你呢，我怎么能收你的银子？赵姨娘，这些银子也是希望今日我们的谈话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，包括三妹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阿策，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？这片大陆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天灵地宝，起死回生？我在一本杂记上看见过此物，确实可以起死回生，不过都是传说中的东西，年代久远，我并未见过此物。阿策，我觉得以后你不要每日留宿冷梅阁了，我们要在婚前保持神秘感，这样我们洞房花烛夜才有意义呀。你要赶我走？哎呀，不是赶你走，只是不留宿这里。那可不行，你要让我独守空房，我可睡不着。你说过都听我的，不许耍赖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最佳。伯伯，是为父哪里让你不满意吗？竟如此狠心！啊，你干什么？把手拿开！刚才你说过早点休息的。伯伯，为父定会让你满意，让你离不开我。那里不要！把手拿开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水做的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声音中充满了诱惑，充满了邪魅。他在他耳边低语，他羞红了脸。刁钻，直取要害。片刻功夫，树林里倒下一片黑衣人。大小姐，有人跟踪。秋儿，绕道去城外。是，大小姐。你们跟着本小姐干什么？黑衣人见被发现，转身就想撤，可是翟思玉哪里会给他机会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问过我了吗？于是手起刀落，穿梭在黑衣人中间，手脚锁身，寸刀刺喉，刀法刁钻，直取要害。片刻功夫，树林里倒下一片黑衣人。翟思玉从怀里拿出化尸水，把尸体一具一具全部融化。王妃，现在去哪儿啊？私宅。小仙女干嘛去了？怎么才来？我们都等你老半天了。杀人去了。脚步都没停一下，直直的进屋去换衣服去了。他刚才说什么？杀人去了？若也在一旁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三嫂居然还有这样的身手，当真看不出来。阿姨，上次你三哥送过来的账本我看了一下，这次整修取其利润的2成作为花销，到时候回本周期应该不会很长。三嫂，你真的是天才啊！不仅会整修，还会算账，而且所有的新品都是独一份儿。别夸我，不然我会骄傲的。哦，对了，秦玉天，你知道血石榴吗？小仙女，你在哪里见过吗？你怎么知道血石榴？我就是在一本古籍杂记上见过，只是好奇而已，随口一问。那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啊，我也只是听祖爷爷说过，但是并没有见过。听说当年这个东西可是被玄天大陆的高手抢破了头啊。那你可知道这种药材生长在何处？我祖爷爷说这是天灵地宝，生长在原始森林的深处，具体什么地方无人知晓。易王爷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翟丞相叫住本王所为何事？翟丞相不妨有话直说。不知道易王爷可否听闻齐国的战神公主此番前来和亲之事？翟丞相，本王只会与丞相府结亲，不会和亲。二皇子，你们顺天国的菜肴果然美味，
比我们那里强多了。太子殿下客气了，本应由本王作为东道主，请太子和公主尝尝圣天国的美食，改日定为太子和公主殿下设宴款待。本公主吃饱了，出去透透气。戚天心说着就起身走了出去，刚出门就看见翟思玉正从另外一个包间走了出来，后面还跟着2位男子。你站住！南宫毅和秦玉天闻言看向那位女子，直直地向着翟思玉冲了过来。翟思玉忽然感觉后面一阵劲风袭来，当南宫毅和秦玉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翟思玉一个转身，运用了太极的以柔克刚，用手轻轻一扶。你竟然敢对本公主动手！在场这么多人，谁看见我动手了？我只是甩了甩袖子，何来动手？二皇兄，今日我与3、5好友在此一聚，不知道皇兄有贵客在此，臣弟失礼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二皇兄雅兴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喂，你别走，你站住！天心，你认识那位女子？她是谁啊？你跟她有恩怨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二皇子，今日真是失礼，小妹从小刁蛮任性，又舞刀弄枪的，性子焦躁一些，别放在心上。啊，太子殿下多虑了，公主性情率真，实在是难得，比京中贵女更有风范。天心，你告诉我，那个女子是谁？她身后跟这2个人的身份都不一般，你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？不会又跟翼王有什么关系吧？太子哥哥，我不想要嫁给二皇子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这辈子只会嫁给翼王。戚天心，我再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你作为七国的公主，就要担负起公主的责任。如果再如此任性，我会禀明父皇，换一位公主过来和亲。七国可不止你一位公主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在叫我？你是？我的个喵喵咪啊，帅，太帅了！这个世界怎么满大街都是帅哥啊？颜值都这么高。不过还是我家策最帅。不知这位公子有何事？我不知为何见到姑娘，心中会有触动。那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当即表白，我也来桃花运。这位公子，如果你胸口有异样，可能是心脏有问题。你看见那边医馆了吗？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，别耽误病情。告辞。这都什么情况啊？突然一个男子上来告白，要是被阿策知道了，那还得了？必须赶快走，赶快走。哥哥，你一个人出门，居然不带我一起？莹儿，不得胡闹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这么没规矩。哥哥，你也带我出去逛逛好不好嘛？好好好，晚些时候哥哥带你出去。姨娘，你甘心一辈子都这样吗？莲儿，姨娘知道你委屈，如果你想改变命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姨娘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去跟着你长姐，她是丞相府嫡女，跟着她你才有出路。姨娘觉得她一定不简单，而且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，她一定有了不起的过人之处。好，我听姨娘的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张姐的，她带我去了省梅宴，而且也出手救过姨娘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感恩。姨娘，我现在就去找张姐，我要去说出我心里的想法，不管她要不要我，我都要去。你找我有事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就好好说，干嘛一来就下跪？快起来！张姐，我想跟在你身边，我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，请张姐收下我，我愿意跟随你左右。跟着我？你觉得我能帮你什么？张姐，我不想这样活下去，我不想以后出嫁时只能给人做妾，我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我想学本事，不想让人看不起我，我不想像姨娘一样在后院争风吃醋。你不想嫁人为妾，你以后想嫁给谁？翟思廉此刻脑海里闪过翼王的影子，但是片刻他就恢复了理智。翼王是他永远高攀不起的人，他们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。他之所以喜欢翼王，那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于崇拜。我不知道会嫁给谁，但是我所嫁之人必定是跟我两情相悦，而且永不纳妾之人，哪怕他是一介农夫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你有什么愿望？愿望？我不知道有什么愿望，我只想跟着张姐学本事，然后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你对什么有兴趣？你说说看。张姐，我想学武功，我想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和姨娘。